我叫苏青瓷，隐居在青雾镇的西云药庐已有3载。青雾镇坐落在苍梧山脉的余脉之间，常年被淡淡的灵雾笼罩，灵气虽不浓郁，却足够平和。镇上的人多是普通农户，偶有几个低阶灵修，也都性情温和，从不过问我的来历。我在这里开了这家药炉，平日里煎药、配丹，给镇上的人诊治，日子过得清淡如水，仿佛前18年那些腥风血雨、家族覆灭的过往，都只是一场遥远的噩梦。我外表看上去只是个灵阶3层的低阶灵修，一身素色不群，眉眼清淡，唯有指尖常年沾染的药香，能让人看出几分药修的身份。可只有我自己知道，我的灵脉早已在3年前那场浩劫中被强行封印，如今展露在外的，不过是我用上古灵诀伪装的皮毛。真正的我，曾是上古灵族苏家的最后一位嫡女，身负万年难遇的混沌灵脉，灵阶早已突破至灵尊境。只是那场灭族之祸，让我不得不自封灵脉，隐姓埋名，苟延残喘。苏家世代守护着上古灵河，那是维系苍梧山脉灵气平衡的关键，也是无数邪修觊觎的目标。3年前，以墨眼为首的血影阁突然发难，一夜之间，苏家上下327口无一生还。父亲为了保护我和灵河，强行将灵河融入我的体内，用最后的灵力封印了我的灵脉，将我送出了苏家秘境，自己却与血影阁的人同归于尽。青瓷姑娘在家吗？我家娃儿又发烧了。门外传来王大娘焦急的声音，打断了我的思绪。我收起眼底的寒凉，起身开门，脸上扬起一抹温和的笑意。王大娘，快进来，娃儿怎么样了？王大娘抱着一个约莫5岁的孩童，孩童面色通红，呼吸急促，额头上滚烫。我伸出指尖，一缕微弱的灵力探入孩童体内，片刻后便皱起了眉头。是邪祟侵扰，孩童灵根脆弱，被山中低阶邪灵缠上了。邪灵？王大娘脸色一白，连忙道：青瓷姑娘，你一定要救救娃儿，我们家就这一个独苗啊。大娘放心，我安抚着她的情绪，转身去药柜取药。我配一副驱邪汤，再给娃施1道净灵咒，过不了半日便能好转。就在我低头捻药之际，鼻尖突然萦绕起一缕淡淡的血腥味，那血腥味中夹杂着浓郁的邪气，绝非低阶邪灵所能散发。我心头一紧，指尖的灵力下意识运转，却又强行压制住。我不能暴露实力，至少不能在这里暴露。青瓷姑娘，怎么了？王大娘察觉到我的异样，疑惑地问道。没什么。我掩饰着眼底的警惕，将碾好的药粉递给她。你先带娃回去，把药煎了给娃服下，我随后就过去给娃施咒。王大娘连连道谢，抱着孩童匆匆离去。我关上药炉的门，脸上的笑意瞬间褪去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片冰冷。那邪气我太熟悉了，是血影阁的人，他们终究还是找到这里来了。我走到药炉后院的桃树下，指尖在树干上轻轻一按，一道隐蔽的结界瞬间开启。这棵桃树是我3年前种下的，里面藏着我父亲留下的一枚玉佩，玉佩中不仅有苏家的上古灵诀，还有关于灵河的秘密。我必须做好准备，一旦被血影阁的人发现我的身份，等待我的只会是比3年前更残酷的结局。苏姑娘，别来无恙。一道阴冷的声音突然从院墙外传来，紧接着几道黑色的身影破墙而入，落在了桃树下。为首的是一个身着黑袍的男子，面容阴鸷，眼底带着嗜血的光芒，正是血影阁的左护法黑鸦。3年前苏家灭门，他就是亲手斩杀我兄长的人。我握紧了手中的药杵，表面依旧平静，语气淡漠：阁下认错人了，我只是青雾镇的一个普通药修，并非什么苏姑娘。黑鸦嗤笑一声，目光在我身上扫过，带着毫不掩饰的贪婪。普通药修？苏青瓷，你以为你伪装得很好吗？混沌灵脉的气息，就算被封印，也瞒不过我血影阁的眼睛。3年前，你侥幸逃脱，今日我看你还往哪里跑。话音刚落，黑鸦身后的几个血影阁弟子便一同出手，几道黑色的邪力朝着我袭来，空气中的邪气愈发浓郁，几乎让人窒息。我身形微微一侧，避开了袭来的邪力，指尖弹出一缕微弱的灵力，化作一道白色的光盾，挡住了后续的攻击。我故意装作力不从心的样子，踉跄了几步，嘴角溢出一丝血迹。我要让他们以为我真的只是一个低阶灵修，这样才能找到合适的时机，一击制敌。哈哈哈，
原来只是个灵阶3层的废物。黑鸭见状，笑得更加猖狂。苏青瓷，你父亲要是知道他拼尽全力保护的女儿，如今变成了这副模样，怕是死不瞑目吧？这句话像一把尖刀，狠狠刺进了我的心脏。3年前的画面瞬间涌入脑海，父亲倒在血泊中，兄长浑身是伤，苏家的祠堂被大火焚烧，那些凄厉的惨叫声仿佛还在耳边回荡，眼底的寒凉几乎要溢出来。我死死咬住下唇，压制着体内躁动的灵脉，不能冲动，不能在这里暴露实力，这里是青雾镇，我不能连累镇上的人。把上古灵核交出来！黑鸭一步步逼近我，邪力在他掌心凝聚。我可以给你一个痛快，否则我会让你尝遍世间最痛苦的刑罚，再一点点抽出你的灵脉，夺取灵核。我不知道什么灵核，我抬起头，目光平静地看着他。你要杀要剐，悉听尊便，但我警告你，青雾镇的人，你不能伤害。伤害？黑鸭冷笑。等我杀了你，夺取了灵核，整个青雾镇的人都会成为我血影阁修炼邪术的养料。话音刚落，黑鸭便猛地出手，一道粗壮的黑色邪力朝着我轰来，势不可挡。我知道我不能再伪装下去了，若是再不出手，不仅我会死，整个青雾镇的人都会遭殃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指尖结印，口中默念上古灵诀，体内被封印的灵脉瞬间松动，一股磅礴的灵力冲破封印，席卷而出。淡青色的灵力笼罩着我的周身，与黑色的邪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，整个后院的灵气都变得躁动起来，桃树的枝叶疯狂摇曳，花瓣漫天飞舞。黑鸭脸上的笑容瞬间僵住，眼神中充满了震惊和难以置信。灵尊境，你竟然封印了自己的灵阶？我没有回答他，指尖一挥，淡青色的灵力化作一柄长剑，朝着黑鸭刺去。长剑带着磅礴的灵气，所过之处，黑色的邪力瞬间被击溃，空气中的邪气也消散了不少。黑鸭反应过来，连忙运转邪力，凝聚出一面黑色的盾牌，挡住了我的攻击。砰的一声巨响，盾牌瞬间碎裂，黑鸭被震得连连后退，嘴角溢出鲜血。他身后的几个血影阁弟子更是被凌厉的余波震飞，口吐鲜血，失去了战斗力。不可能，你怎么可能这么强？黑鸭满眼狰狞。3年前你还只是个灵王境的小鬼，怎么可能在3年内突破到灵尊境？你不知道的事情还有很多。我一步步朝着他走去，灵力在我掌心凝聚。3年前你们血影阁欠下的血债，今日我便先讨回一部分。黑鸭见状，知道自己不是我的对手，转身就要逃跑。我眼神一冷，指尖弹出一缕灵力，缠住了他的脚踝，将他拽了回来。想跑？我居高临下的看着他，语气冰冷。杀了我苏家327口，你以为你能跑得掉吗？苏青瓷，你别得意。黑鸭挣扎着，眼神中充满了怨毒。阁主很快就会找到这里，他的实力比我强100倍，你就算是灵尊境，也不是他的对手。他一定会为我报仇，一定会夺取灵核，毁灭整个苍梧山脉。我皱起眉头，这个名字像一根刺扎在我的心头。3年前苏家灭门，莫言始终没有露面，我一直以为他只是血影阁的幕后主使，却没想到他的实力竟然如此强大。没错，就是阁主。黑鸭笑得疯狂。阁主已经找到了苏家秘境的入口，很快就会得到上古灵核的秘密，到时候整个天下都会成为他的囊中之物。你等着，你和整个苍梧山脉都会化为灰烬。我眼神一寒，指尖的灵力猛地收紧，黑鸭的身体瞬间被灵力碾压，化作一滩黑水，消散在空气中。他身后的几个血影阁弟子也被我随手了结，没有留下一丝痕迹。解决掉黑鸭等人后，我体内的灵力渐渐平复下来，灵脉再次被我小心翼翼的封印，恢复成了灵阶3层的模样。我看着后院的狼藉，眉头紧锁。黑鸭已经找到了这里，莫言很快就会来，青雾镇已经不再安全，我必须尽快离开这里。我回到药炉，收拾了简单的行囊，将父亲留下的玉佩贴身收好，又在药炉的桌上留下了一些丹药和银两，算是对镇上的人最后的报答。我知道我这一离开，或许就再也不会回来了，可我别无选择，我不能因为自己连累了这些无辜的人。走出药炉，天色已经渐渐暗了下来，青雾镇的街道上一片寂静，只有几盏灯笼在风中摇曳。
我回头看了一眼西云药炉，眼底闪过一丝不舍，随后转身朝着苍梧山脉深处走去。苍梧山脉深处有苏家的秘境，那里不仅有苏家的传承，还有能彻底掌控灵河的方法。我必须尽快赶到秘境，提升自己的实力，才能对抗墨眼，为苏家报仇，守护好苍梧山脉的灵气平衡。苍梧山脉深处灵气浓郁，却也危机四伏，随处可见高阶灵兽，还有不少被邪气侵蚀的灵修，他们失去了理智，疯狂地攻击着过往的一切。我一路小心翼翼，尽量避开那些危险，凭借着苏家的上古灵诀，隐藏着自己的气息，朝着秘境的方向前进。走了约莫3日，我来到了苍梧山脉的核心区域落霞谷。落霞谷常年被霞光笼罩，灵气浓郁的几乎要凝结成水滴，这里就是苏家秘境的入口。可当我来到谷口时，却发现谷口已经被一群血影阁的弟子把守着，为首的是一个身着白衣的男子，面容俊美，却带着一丝淡淡的邪气，眼神冰冷，让人不寒而栗。我下意识地躲到一旁的大树后面，屏住呼吸，观察着谷口的动静。那个白衣男子实力深不可测，至少也是灵尊境中期，比黑鸦强上太多。我知道，凭我现在的实力，根本不是他的对手，只能等待时机，伺机进入秘境。都给我打起精神来！白衣男子开口，声音清冷，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。阁主很快就会到来，在阁主到来之前，任何人都不能靠近秘境入口，若是出了差错，你们都得死。是，副阁主。一众血影阁弟子齐声应道，语气中充满了敬畏。副阁主，原来这个白衣男子就是血影阁的副阁主灵觉。我曾在父亲的手记中看到过他的名字。灵觉原本是正道宗门的弟子，后来被墨眼蛊惑，堕入邪道，成为了墨眼最得力的手下，实力强悍，手段残忍。就在这时，一阵狂风袭来，天空中乌云密布，一股浓郁的邪气席卷而来，比黑鸦和灵觉身上的邪气还要浓郁100倍。我抬头望去，只见一道黑色的身影缓缓落在谷口，身着黑袍，面容模糊，周身被黑色的雾气笼罩，看不清容貌，却能感受到他身上那股令人窒息的压迫感。墨眼终于来了。阁主。灵觉和一众血影阁弟子连忙躬身行礼，语气中充满了恐惧。墨眼没有说话，只是抬起手，一道黑色的邪力朝着秘境入口挥去。秘境入口的霞光瞬间被邪气笼罩，原本紧闭的秘境之门缓缓打开，露出了里面漆黑的通道。灵觉，你带一部分人进去寻找上古灵河的踪迹。墨眼的声音沙哑，带着一丝诡异的低沉。记住，无论遇到什么，都要尽快找到灵河，不得有误。是，阁主。灵觉躬身应道，随后带着10几个血影阁弟子走进了秘境通道。墨眼则站在谷口，周身的邪气愈发浓郁，仿佛在守护着秘境入口，防止有人闯入。我知道，这是我进入秘境的唯一机会，若是等灵觉他们找到灵河，一切就都晚了。我深吸一口气，运转上古灵诀，将自己的气息彻底隐藏，像一道影子，悄无声息地朝着秘境入口走去。墨眼的实力虽然强大，但他似乎在专注于守护秘境入口，并没有察觉到我的存在。我小心翼翼地避开他的视线，快步走进了秘境通道。秘境通道内漆黑一片，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灵气，还有一丝淡淡的邪气，显然是灵觉等人留下的。我凭借着苏家的血脉感应，朝着秘境的核心区域走去。苏家的秘境是上古时期苏家先祖开辟的，里面不仅有苏家的传承，还有无数的天材地宝，更有守护灵河的阵法。走了约莫半个时辰，通道尽头出现了一道光亮，我加快脚步走出了通道。眼前的景象让我惊呆了，秘境之内山清水秀，灵气浓郁的不像话。远处有一座悬浮在空中的宫殿，宫殿通体由白玉雕琢而成，上面刻着古老的符文，散发着淡淡的霞光，那就是苏家的祠堂，也是灵河的所在地。可就在这时，一阵打斗声传来，我循声望去，只见灵觉带着10几个血影阁弟子，正在与秘境中的守护灵兽打斗。守护灵兽是一头巨大的青鸾，羽毛青金色，翅膀展开，遮天蔽日，眼神凌厉，散发着灵尊境后期的气息。青鸾是苏家的守护灵兽，世代守护着苏家的祠堂和灵河，如今却被灵觉等人围攻，身上已经出现了不少伤口，
鲜血染红了他的羽毛。孽畜，识相的就赶紧让开，否则我就杀了你，扒了你的皮。灵觉手持一柄黑色的长剑，朝着青鸾刺去，长剑上缠绕着浓郁的邪力，每一击都带着致命的威胁。青鸾发出一声凄厉的鸣叫，展开翅膀，朝着灵觉扇去。一股强大的风力席卷而出，将几个血影阁弟子震飞。可灵觉的实力实在太强，青鸾已经渐渐体力不支，身上的伤口越来越多，气息也越来越微弱。我看着青鸾，眼底闪过一丝心疼。青鸾陪着苏家走过了1000年，是苏家最忠诚的伙伴，如今却因为我陷入了危险之中。我不能再袖手旁观，必须出手相助。我不再隐藏实力，体内的灵脉彻底解开，灵尊境初期的灵力席卷而出，淡青色的灵力笼罩着我的周身。我指尖一挥，淡青色的灵力化作一柄长剑，朝着灵觉刺去。灵觉察觉到身后的攻击，猛地转身，用黑色的长剑挡住了我的攻击。砰的一声巨响，两人同时后退了几步。灵觉看着我，眼神中充满了震惊和难以置信。苏青瓷，你竟然也进来了，你的实力竟然真的达到了灵尊境。灵觉，你堕入邪道，助纣为虐，今日我便替天行道，收拾了你。我语气冰冷，再次朝着灵觉出手。淡青色的灵力与黑色的邪力碰撞在一起，发出阵阵巨响，整个秘境都在微微颤抖。青鸾见状，眼中闪过一丝感激，再次展开翅膀，朝着血影阁弟子发起攻击。有了我的相助，青鸾渐渐恢复了气势，血影阁弟子一个个被击溃，很快就只剩下灵觉一个人。灵觉看着身边倒下的弟子，眼神中充满了狰狞和怨毒。苏青瓷，你以为凭你和这头孽畜就能阻止我吗？阁主很快就会进来，到时候你们都会死。莫言就算进来，也救不了你。我一步步朝着他走去，灵力在我掌心凝聚。今日我不仅要杀了你，还要守住灵河，为苏家报仇，为所有被血影阁伤害的人报仇。灵觉冷笑一声，周身的邪力疯狂运转，黑色的雾气笼罩着他的周身，他的身体渐渐发生了变化，皮肤变得漆黑，指甲变得修长锋利，眼神中充满了嗜血的光芒。他竟然动用了邪术，献祭了自己的灵力，换取了更强大的力量。苏青瓷，受死吧！灵觉嘶吼着，朝着我冲来，黑色的邪力凝聚成一柄巨大的爪子，朝着我抓来，势不可挡。我眼神一冷，没有丝毫畏惧，指尖结印，口中默念上古灵诀，淡青色的灵力化作一道巨大的护盾，挡住了灵觉的攻击。同时，我指尖弹出一缕灵力，缠住了灵觉的手腕，将他的攻击硬生生逼退。不可能，你怎么可能这么强？灵觉满眼难以置信，他献祭了自己的灵力，实力已经提升到了灵尊境中期，可竟然还是不是我的对手？你以为上古灵族的实力是你这种堕入邪道的小人能想象的吗？我语气冰冷，猛地发力，淡青色的灵力瞬间涌入灵觉的体内，摧毁着他的经脉和灵脉。灵觉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，身体渐渐变得僵硬，周身的邪力一点点消散，最终化作一滩黑水，消散在空气中，彻底陨落。解决掉灵觉后，我走到青鸾身边，指尖弹出一缕灵力，注入青鸾的体内，为他疗伤。青鸾发出一声温柔的鸣叫，用脑袋蹭了蹭我的手背，眼神中充满了感激。青鸾，辛苦你了。我轻轻抚摸着他的羽毛，声音温柔。接下来，我们还要一起守护灵河，对抗莫眼。青鸾点了点头，展开翅膀，飞到了我的身边，示意我骑在他的背上。我纵身一跃，骑在了青鸾的背上。青鸾展开翅膀，朝着悬浮在空中的祠堂飞去。祠堂的大门紧闭，上面刻着古老的符文，散发着淡淡的霞光，那是苏家的守护阵法。我从青鸾的背上跳下来，走到祠堂门口，指尖在门上轻轻一按，苏家的血脉之力涌入符文之中，祠堂的大门缓缓打开。走进祠堂，眼前的景象让我心头一暖。祠堂的正中央摆放着苏家历代先祖的牌位，牌位前燃烧着常年不息的灵火，灵火散发着淡淡的灵气，守护着整个祠堂。祠堂的最深处有一个水晶台，水晶台上面悬浮着一颗通体淡青色的珠子，散发着磅礴的灵气，那就是上古灵核，苏家世代守护的宝物。我走到水晶台面前，伸出手，轻轻抚摸着灵核。
灵河感受到我的血脉之力，发出淡淡的光芒，一股温暖的灵力涌入我的体内，滋养着我的灵脉，让我体内的灵力变得更加充盈。我知道，只要我能彻底掌控灵河，我的实力就会得到质的提升，就能真正对抗墨眼。就在我准备炼化灵河，掌控灵河之力的时候，一阵浓郁的邪气席卷而来，整个祠堂都在微微颤抖，灵火也变得微弱起来。我抬头望去，只见墨眼缓缓走进了祠堂，周身的黑色雾气愈发浓郁，眼神冰冷，死死地盯着我手中的灵河，充满了贪婪。苏青瓷，没想到你竟然比灵爵还要厉害，竟然能走到这里。墨眼的声音沙哑，带着一丝诡异的低沉。不过，你以为这样就能守住灵河吗？今日灵河必定是我的，你和苏家的一切都会彻底覆灭。墨眼，3年前你杀我苏家327口，今日我定要让你血债血偿。我握紧了手中的灵河，体内的灵力疯狂运转，淡青色的灵力与灵河的力量融合在一起，周身的气息变得愈发强大，已经接近灵尊境中期。血债血偿？墨眼嗤笑一声，就凭你，苏青瓷，你太天真了。我修炼邪术100年，实力早已达到灵尊境后期，你就算掌控了灵河，也不是我的对手。今日我不仅要夺取灵河，还要抽出你的混沌灵脉，将你的灵魂炼制成我的养料，让你永世不得超生。话音刚落，墨眼便猛地出手，一道粗壮的黑色邪力朝着我轰来，邪力所过之处，祠堂的墙壁瞬间碎裂，灵火也彻底熄灭。我眼神一冷，将灵河的力量注入体内，指尖结印，淡青色的灵力化作一道巨大的长剑，朝着黑色邪力斩去。砰的一声巨响，淡青色的灵力与黑色的邪力碰撞在一起，发出耀眼的光芒，整个祠堂都在剧烈颤抖，仿佛随时都会崩塌。我被震得连连后退，嘴角溢出鲜血，而墨眼却纹丝不动，眼神中充满了不屑。看来灵河的力量你还没有完全掌控。墨眼一步步朝着我逼近，周身的邪力愈发浓郁。苏青瓷，放弃抵抗吧，这样我还能给你一个痛快。我不会放弃的。我擦干嘴角的鲜血，眼神坚定，就算拼尽全力，我也要守住灵河，为苏家报仇，守护好苍梧山脉。我深吸一口气，闭上双眼，默念苏家的上古灵诀，将自己的灵魂与灵河彻底绑定。瞬间，一股磅礴的力量从灵河中涌出，涌入我的体内，我的灵脉被彻底激活，实力瞬间突破到灵尊境后期。淡青色的灵力笼罩着整个祠堂，与黑色的邪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怎么可能？你竟然能与灵河彻底绑定，突破到灵尊境后期？墨眼脸上的不屑瞬间消失，取而代之的是震惊和难以置信。没有什么不可能的。我睁开双眼，眼神冰冷，周身的灵力愈发磅礴。墨眼，你的死期到了！我纵身一跃，朝着墨眼冲去，淡青色的灵力化作无数道长剑，朝着墨眼刺去。墨眼连忙运转邪力，凝聚出一面巨大的黑色盾牌，挡住了我的攻击。可这一次，我的实力已经远超于他，黑色的盾牌瞬间碎裂，无数道长剑刺中了墨眼的身体，黑色的血液喷涌而出。墨眼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，身体踉跄着后退，眼神中充满了恐惧和不甘。不可能，我怎么会输给你？我修炼了100年，我不甘心。你作恶多端，残害生灵，输给我是你咎由自取。我一步步朝着他走去，指尖凝聚起一缕灵力。3年前你欠苏家的血债，今日我便彻底讨回。墨眼看着我，眼神中充满了怨毒，他突然疯狂地大笑起来。苏青瓷，你别得意，我就算死也不会让你好过。我已经在苍梧山脉的各处布下了邪阵，只要我一死，邪阵就会启动，整个苍梧山脉的灵气都会被邪气侵蚀，所有的生灵都会变成邪修的养料。我脸色一变，没想到墨眼竟然布下了如此恶毒的邪阵。若是邪阵启动，整个苍梧山脉都会陷入灭顶之灾，无数的生灵都会遭殃。你这个疯子！我眼神一冷，不再犹豫，指尖的灵力猛地刺入墨眼的心脏。我现在就杀了你，然后去破解邪阵。墨眼的身体渐渐变得僵硬，眼神中的怨毒渐渐消散，最终彻底失去了气息，化作一滩黑水，消散在空气中。可就在墨眼死后，
整个苍梧山脉突然剧烈颤抖起来，空气中的邪气愈发浓郁，无数的黑色雾气从地下涌出，朝着四面八方扩散而去。邪阵还是启动了，我来不及多想，转身冲出祠堂，骑在青鸾的背上，朝着苍梧山脉的各处飞去。青鸾的速度极快，我凭借着灵核的力量，感应着邪阵的位置。莫眼部下的邪阵一共有9处，分布在苍梧山脉的各个角落，每一处邪阵都在不断地释放着邪气，侵蚀着周围的灵气。我先来到了第一处邪阵的位置，邪阵的中心有一个黑色的祭坛，祭坛上燃烧着黑色的火焰，散发着浓郁的邪气。我从青鸾的背上跳下来，指尖结印，淡青色的灵力化作一道光柱，朝着祭坛轰去。砰的一声巨响，祭坛瞬间碎裂，黑色的火焰也随之熄灭，邪阵被成功破解。随后，我又骑着青鸾前往其他8处邪阵的位置，每一处邪阵都有血影阁的残余弟子把守，他们虽然实力不强，但却疯狂地守护着邪阵，想要阻止我破解邪阵。我没有丝毫留情，出手斩杀了那些残余弟子，一一破解了邪阵。当我破解最后一处邪阵的时候，天色已经渐渐亮了起来，苍梧山脉的邪气渐渐消散，灵气重新变得充盈起来。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在大地上，一切都恢复了平静。我骑着青鸾回到了落霞谷，看着眼前恢复平静的苍梧山脉，眼底闪过一丝释然。3年了，我终于为苏家报仇了，终于守住了灵河，守住了苍梧山脉，没有辜负父亲和苏家先祖的期望。听词，一道温柔的声音突然传来，我回头望去，只见一个身着白衣的男子站在落霞谷的入口，面容俊美，气质清冷，眼神中带着一丝温柔，正是谢云兰。谢云兰是隐世灵族谢家的嫡子，实力强大，性格温和。3年前，我逃离苏家秘境，身受重伤，是谢云兰救了我。她知道我的身份，却一直没有点破，只是默默守护在我身边，暗中帮我躲避血影阁的追杀。我隐居在青雾镇的3年，她也一直隐居在苍梧山脉的深处，默默关注着我，在我遇到危险的时候，暗中出手相助。云兰，你怎么来了？我从青鸾的背上跳下来，走到她身边，语气温柔，眼底的冰冷渐渐褪去，只剩下一丝暖意。我知道你要对抗莫言，放心不下，就一直跟在你身后。谢云兰轻轻抚摸着我的头发，眼神温柔。还好，你没事，莫言也被你斩杀了，苏家的仇终于报了。我点了点头，眼眶微微泛红。3年来的委屈、痛苦、恐惧，在这一刻全部爆发出来。我靠在谢云兰的怀里，放声大哭起来。谢云兰轻轻抱着我，温柔地安慰着我，用她的灵力滋养着我的身体。都过去了，青瓷。谢云兰的声音温柔而有力量。以后有我在，我不会再让你受任何委屈，不会再让任何人伤害你。我们一起守护苍梧山脉，一起守护灵河，一起过平静的日子，好不好？我抬起头，看着谢云兰温柔的眼神，点了点头，泪水滑落下来。这一次是幸福的泪水。好，云兰，以后我们再也不分开，一起守护这世间的平静，一起过平淡而幸福的日子。谢云兰笑了，笑容温柔而耀眼。她轻轻擦去我脸上的泪水，牵着我的手走到青鸾的身边。青鸾发出一声温柔的鸣叫，展开翅膀，悬浮在我们面前。我们纵身一跃，骑在青鸾的背上，青鸾展开翅膀，朝着苍梧山脉的深处飞去。阳光洒在我们身上，温暖而明亮，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灵气和淡淡的花香。我知道苏家的仇已经报了，莫言已经覆灭，血影阁也彻底消失，苍梧山脉恢复了平静。从今以后，我不再是那个隐姓埋名、苟延残喘的苏青瓷，我是上古灵族苏家的嫡女，是灵河的守护者，是苍梧山脉的守护者，更是有谢云兰陪伴在身边的幸福女子。往后余生，灵犀为伴，云深归处，皆是清欢。我们会一起守护着苍梧山脉，守护着这世间的生灵，守护着彼此，直到地老天荒，直到海枯石烂。青雾镇的西云药炉，或许再也不会有那个素衣药修的身影，但苍梧山脉的每一寸土地都会留下我们的足迹。那些痛苦的过往都将成为过眼云烟，未来的日子只会充满温暖、幸福和安宁。我靠在谢云兰的怀里，看着下方连绵起伏的苍梧山脉，嘴角扬起一抹温柔的笑意。这一刻，我终于明白，所有的苦难
都是为了遇见更好的未来，遇见那个愿意陪我历经风雨、守护一生的人。灵河在我体内散发着淡淡的光芒，滋养着我的灵脉，也滋养着我的心灵。谢云兰的手温暖而有力量，紧紧地牵着我的手，仿佛握住了整个世界。往后，风雨同舟，岁月情深，我们一起守护这世间所有的美好，一起走向属于我们的漫长而幸福的余生。